人人都说靠海吃海，海是活路，可我爹死在这片海里，我娘瘫在这片海边。今天他们连我们家最后的活路也要抢走。放手！这是我爸留下的唯一东西，你们不能拿走。凭什么不能拿？你爹欠我不少钱，这破船抵债都不够，再不松手，把你一块拖走！求求你，胡爷，求求你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一定还钱。少给我在这哭穷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在这儿哭不如让你闺女去想法子。拉走！江家这下是彻底完了，唯一的生路都没了。谁让他们欠债？这丫头片子还想跟胡麻子斗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没船没网，你个丫头片子还想翻身？在这儿死撑，我看你几天饿死！胡麻子，你想要我死，我偏要活给你看！海里有宝，看潮不看天，沙里藏金，任风不是命。这里面记录着我爹赶海一辈子，用血和汗攒下的宝贵经验。爸，你留下的本事，我今晚就去试。人人都说这是死滩，我偏不信邪。只要这滩里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一定要挖出一条活路来。哟，这不是江家丫头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跑这死滩来刨沙子吃。也是，连唯一的破木船都被胡麻子拖走了，不吃沙子还能吃啥？你拿个破铁铲在这装什么？你爹欠了那么多钱，你指望挖沙子能还清？真是丢人现眼！关你们屁事，走开，别挡着我的光。嘿，你这臭丫头怎么说话的？死滩要是能挖出宝贝，我今天当场把这沙子吃下去。就是，谁不知道这死滩几十年连个咖喱皮儿都没有？他还真当自己是海龙王了，在这装什么懂行？真是丢人现眼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叫八字孔，底下藏着双管呼吸的竹村，口径超过1公分，底下就是村王。撒把破盐就能抓鱼，你做梦呢！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大一只称王，这死滩真有宝贝！他怎么知道底下有这玩意儿的？吃沙子是吧，叔？这沙子管够，请吧。走，别理他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深夜在这儿不学好。江婉月，你挖这一堆臭泥巴干什么？真是把我们南岭村的脸都丢尽了。美云小姐说的对，这死滩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他就是想钱想疯了。臭死了！烂泥巴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这是猫眼螺，死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猫眼螺？这品相，这个头拿到县城能卖大价钱啊！活见鬼了，这死滩几十年了，连个活物都没有，他怎么一挖一个准？这丫头眼睛真能透视不成？大点怎么了？还不是个破海螺，说不定是他从别处买来埋在这里装神弄鬼的。陈小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极品猫眼螺，脾气大得很。咸死了，臭死了！江婉月，你竟敢用水喷我！陈大小姐，这海水解渴吗？既然觉得脏，就赶紧滚出我的视线，别碍着我发财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让我爹收拾你！不好，家里出事了！少给我耍花样！你们家那条破船根本抵不了债，今天你们必须再拿1000块给我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把你也抓去抵债。胡爷，1000块我现在没有，但我有一个提议，一个对你更有利的提议。哼，提议？你个穷光蛋能有什么提议？想赖账啊？尝尝这个，这可是鬼窟礁深处的极品货色。如果胡爷觉得这味道值，宽限我1个月，1个月后我连本带利还你1200块。你这臭丫头，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这味道怎么会这么鲜脆爆汁？比我在县城大酒楼吃的还要鲜！天哪，酸辣开胃，这简直是神仙美味啊！大哥，那猫眼螺简直绝了！怎么样，胡爷，
这盘菜在县城大酒楼起码能卖到100块一盘。能在这死滩挖到这种极品猫眼螺和竹身王的本事，整个南岭村只有我有。我能抓到，就能源源不断的做出这种东西。这笔生意，你做不做？好，看在这死滩难得一见的宝贝份上，我就宽限你1个月。1个月后要是见不到钱，看我不把你这破屋给拆了。姐，1个月我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啊？这1200块，我们一辈子都挣不到。普通的死摊货不够还债，明天我必须去挑战鬼哭礁。江家丫头，你疯了！这鬼哭礁连村里最老项链的渔民都不敢下，你不要命了？为了还债，至于吗？这掉下去连尸骨都找不到。姐，咱们不去了，咱们不还这钱了，行吗？我能去给人干活还钱，咱们去求求胡爷，求他宽限几天，你别下去。小宝，你干活能赚几个钱？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。听姐的话，你在上面跟村民叔叔们把绳子牢牢系在那个大石柱上，千万别松手。天哪，这么高，这要是抓不稳……找到了，全都是极品佛手螺。丫头，快上来！浪越来越高了，那石头缝里长得跟龟爪子一样的东西，你拿命去摘值当吗？这叫佛手螺，也叫狗爪螺，只有在最危险、风浪最大的悬崖缝里才能活，肉又肥又甜，能卖不少钱。姐，你快上来啊！我拉不动了，谁来帮帮我姐？快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只要再多抓几只，咱们就能活下去了。完了，你们看海面，那是疯狗浪，3层楼高的浪拍过来了，快跑啊！再不走的全得死在这儿。姐！姐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！死不了，快看，我弄到了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，这黑乎乎的都是些什么怪物？这不光有魔鬼爪子，还有这一个个像小火山口一样的东西还在动呢，看着就瘆人。这叫火山藤户，我可是拿铁锤和凿子一点点撬下来的。疯了疯了，为了点破石头上的虫子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走走走，这玩意儿白给都没人要。就是啊，镇上的收购站根本不收这种带泥腥味的怪东西，你们就是白费力气。姐，他们都说没人要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没人识货，不代表它不值钱。走，回村，我让他们亲眼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破虫子。江家丫头，你还真打算吃这怪物？吃出问题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长得跟妖怪似的，谁敢下嘴啊？大家都离远点。你们懂什么？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清水白灼最能尝出它本来的鲜甜。这能吃？这皮硬的跟石头一样。哎，这肉怎么看着跟螃蟹腿似的？鲜，肉质脆嫩，带着海味的清甜，比极品蟹腿还要香。姐，我也想吃。吃，今天咱们吃个够。那个婉月啊，叔平时对你们姐妹也不错，让叔也尝一口呗。我也尝尝，就吃一个，我看看这东西到底有多鲜。刚才不是说白给都没人要吗？那不是叔没见识吗？等等，先别动！你谁呀你？一来就抢吃的。我是县城海鲜九龙的采购经理，极品狗爪螺，还有火山藤壶，这成色，这个头，丫头，这些鲜活货你打算多少钱卖？我全包了，全包了。这破石头虫子真值钱，江家丫头这回真挖到金子了。黎经理，想全包可以，但价格得按极品货来算。
15块钱一斤。丫头，这款我包了。15块？李经理，你脑子进水了？猪肉才多少钱一斤？这一篓子少说10斤，那得150块，顶我大半年工钱了。去，你们懂个屁！这在城里大酒楼是抢手货，有钱都买不着。丫头，以后你有多少我要多少，咱们长期合作。李经理痛快，你放心，为了稳住供货，我今晚就去夜赶潮，专挑好货抓。夜赶潮？大晚上去乱石滩，不要命了？富贵险中求。姐，这螃蟹长得好凶，浑身都是尖刺。这是赤甲红，横行霸道的主，肉厚着呢。那又是什么虫子？那是野生刺身，大补的东西。晚上的海货果然多。别出声。这石头怎么还会动？别碰，这是海底刺客石头鱼，背鳍有剧毒，扎一下能要人命。不过越毒的鱼越值钱，今晚没白来。什么东西？姐，好大的八爪鱼，这触手比我胳膊都粗，少说得有3斤重。它变色了，跟石头一个样。姐，快来铁夹拽它出来，别让它跑了。别动，抓大八爪不能硬拽，它的吸盘能承受自身体重100倍的拉力，硬拽只会扯断触手，卖不上价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它溜了。这是高浓度盐水，对付这种伪装大师得用巧劲儿。就是现在！姐，它的触手缠住你胳膊了，还想翻天？给我进去！大半夜的，收获不小啊！江婉月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来我的地盘捞海货？大半夜在海边瞎转悠，挺危险的啊！把东西留下。你们想不劳而获？识相点就乖乖把东西给我。看清楚，这是石头鱼，背鳍有剧毒。你们要是敢动手，我手一划扎到谁，你们自己负责。我已经让小宝去叫村长了，你们确定要在这儿闹？算你狠！我们走。好家伙，今天收获不少啊！赤甲红、野生刺身、八爪鱼，竟然还有石头鱼。给，一共500块，这下你可发财了。您快别打趣我了，这连还家里的债都不够呢。叔跟你说，这玩意儿在咱们这儿卖不上天价，但城里人稀罕得很，尤其是晚上的夜市，做成小吃，那帮城里人抢着送钱。城里夜市，大家真的很爱吃这个？那可不，只要手艺好，一夜暴富都不是梦。行，今晚我就去镇上夜市碰碰运气。你这卖的啥稀奇古怪的东西？还是生的啊？这能吃吗？吃不得拉肚子啊！就是啊，腥味这么重，小姑娘你这摊子趁早收了吧，谁敢吃生的呀？这是传统生腌做法，我用高度白酒消过毒了，还加了新鲜柠檬和小米辣，既杀菌又去腥，绝对干净卫生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算了，吃坏肚子可不划算。老板，赶紧给我整20串肥瘦相间的羊肉，多撒点辣子，我都快饿晕了。前面还有10来个号呢，得等半小时。半小时？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哪等得了那么久？小姑娘，你这摊子上卖的是啥？怎么卖的？大哥，这叫秘制捞汁小海鲜和生腌，酸辣开胃，您要不要来一份尝尝？行吧，饿死我了，给我来个最小份的，对付一口，赶紧的。好嘞，做好了，您试试合不合胃口，用的都是好料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我的天，这口感咯吱咯吱的，太脆了吧！老板娘，给我来3大份，快点！真这么好吃？我也尝尝。绝了！这辣味和蒜香全钻进肉里了。老板娘，我也要，还有那个什么藤壶也给我来一份。别抢，给我留一份。
没想到这么受欢迎，明天我多准备些。这死丫头居然靠几只破海叶赚这么多钱！发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哼，明天开始，带人把这片海域彻底封死，我让他一只虾米都捞不着，看他还怎么做生意。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晚卖出去没有啊？有人买咱们这稀奇古怪的东西吗？婉月啊，要是没卖出去也别难过，都怪妈拖累了你们姐弟俩。妈，小宝，你们看，全都卖光了，一滴汤汁都没剩下，咱们欠胡麻子的钱能还上了。哇，这么多钱，姐你太厉害了吧！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老天开眼，咱家总算看到希望了。妈，您别担心，今天生意可火爆了，等明天我多准备些，就能卖出更多钱了。太棒了，我也要一起帮忙打下手。辛苦你们了，咱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婉月，别过去，今天去不得。张叔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陈大发那绝户玩意儿，今天一早就派人把常规海滩全部封锁了。他放出话来，这片海域以后不准你踏进去一步，谁要是敢帮你，或者把海货卖给你，就砸了谁的饭碗。大家现在都躲着你呢。江婉月，识相的赶紧滚！这片海现在姓陈了，没你的份儿。陈大发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婉月，听叔一句劝，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回去吧。既然常规海域封了，那我就去红树林深处的吃人泥潭碰碰运气。发哥说的对，这死丫头没地方去，真被逼到吃人泥潭来了。这破地方连老渔夫都不敢进，她一个小姑娘进去了绝对出不来。这种划痕深度，底下绝对藏着一只百年难遇的野生青蟹王，这2只巨钳能轻易夹断树枝。他拿根破草绳钓什么呢？力气还挺大，给我出来！我去，底下什么玩意儿？绳子都要被拽断了。天哪，脸盆那么大的青蟹，这壳都墨绿色了，成精了吧？好险，差点被夹到。这女的是不是不要命了？想夹我，你还嫩了点。这女的是怪物吧？半截身子都在泥里了，还能反杀？那可是青蟹王啊！这钳子能夹断钢筋，就这么被他一网刀给罩住了。4斤重的泥潭霸主，今天给我加餐吧。这绑蟹的手法比码头30年的老渔民还溜，我看咱们还是赶紧跑吧。这女人连蟹王都能生擒，对付咱们跟玩儿一样。姐，你这不爆炒不清蒸的，打算做什么新菜啊？这叫冷熟捞汁蟹，青蟹先蒸熟，再快速冷却入味，既保留鲜味，也吃得安心。哇哦，这蟹壳里的蟹膏透亮透亮的，看着还真像流油的咸蛋黄。高度白酒杀菌去腥，再用秘制捞汁一浇，尝尝，味道绝对不错。姐，这蟹膏太好吃了，跟果冻似的，出溜一下就滑进嗓子眼了。确实挺鲜的，我这就去夜市，保准让他们大开眼界。姐，你真厉害，一定会大卖的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家摊子一份生腌蟹膏居然敢卖这么贵，这简直就是在抢钱！谁家好人花这冤枉钱啊？就是说啊，卖这么贵，还不如去隔壁吃烤串呢。小姑娘，你这摊子上摆的，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青蟹王？居然还舍得拿来做生腌，倒是有几分胆识。老板好眼光，这可是刚捕捉的新鲜极品青蟹，您尝一口试试。
要是不好吃，我分文不收您的。行，那我就来尝尝。要是你敢糊弄我，今天我可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的手艺说道说道。哎，你们快看，这人吃完怎么闭上眼不动弹了？该不会是很难吃吧？你懂个屁！我吃遍了全国的山珍海味，就没吃过这么鲜甜丝滑的宝贝。真有这么好吃？您可别被这丫头给骗了。这口感简直就像是海里的顶级冰淇淋，入口即化。这蟹膏难道真的好吃到这种地步？老板娘，给我来一份青膏蟹，多放点那个小米辣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别光给他们啊，给我也装一碗，我都快馋死了。别插队，我排了半个时辰了，给我多打点那流油的蟹膏。大家别急，都有。楼下那个卖海鲜的丫头，这2天倒是出尽了风头。掌柜的，不过是个摆地摊的，哪能入您的眼？听说就是把海鲜拿酱油泡泡，上不了台面。去买2份我尝尝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掌柜的，买回来了。放肆！冰冷腥滑，成何体统？这是对我辈烹饪之道的亵渎！去，按老规矩去给他说道说道，让他知道这镇上做生意的规矩。我这就去办。收摊呢？你们是谁？要买海鲜，明天赶早，今天卖光了。哼，买什么海鲜？我们掌柜说了，你这摊位风水不错。这摊位我们福本门接了，这些钱算补偿。福本门怎么了？我这摊位是交了管理费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拿上你们的钱，走开！我们林掌柜看上你这摊位是你的福气，小丫头别不识抬举。福气？这福气给你们要不要？摊位是我白纸黑字花钱租的，生意是我起早贪黑做起来的，给多少钱我都不卖。这夜市里的规矩，可不是你一个外来的丫头能定的。乖乖拿了钱走人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你们再过来一步，我就喊人了！来人呀！抢劫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呀！这两人怎么回事？当街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要不要脸呀？小姑娘别怕，有我们在，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。哼，行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，看来这福安门的老板不是什么善茬，但我江婉月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。他有什么阴招损招，尽管冲我来。我不仅要把这家店开下去，还要开得比他福安门更红火。咱今天跑沙滩上来干什么呢？我在找今晚的招牌菜。招牌菜？这光秃秃的沙滩连个螃蟹洞都没有。谁说没有？看这儿，这么丁点大的眼儿，能藏什么东西？这叫沙虫，海里的软黄金。哎呦，这什么肉虫子，软趴趴的，好恶心！这怎么吃啊？那是你们不懂处理。看好了，这叫翻沙虫。我的天，像脱衣服一样，一下就白了，看着好干净。洗干净的沙虫，鲜甜脆嫩，今晚夜市绝对抢手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怪物！沙子里有2米长的怪物，快跑啊！跑什么？这可是大海送的盲盒。撒盐，你给怪物调味啊！小宝拿桶，准备捡钱。潮汐一变，他们就集体上来呼吸，这叫一锅端。别愣着了，快捡！太多了，根本捡不过来。椒盐沙虫出锅。你们听见咔嚓一声响没？这么脆，太脆了，跟吃薯片一样，外面酥，里面鲜甜爆汁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，绝了！再给我来2盘。捞汁亲王也好了，大家尝尝鲜。
又弹又滑，这酸辣汁绝配。老板娘，把你这儿的特色每样都给我上一份。妙啊！此物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这极致的鲜甜配合神级刀工，姑娘，你简直就是这片海滩上魔术师，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！我吃遍大江南北，你这手艺绝对是顶尖水平。我是省城今日晚报的主编，我要给你写一篇专题报道，让全省城的人都知道这里藏着一位真正的厨神。前辈过奖了，谢谢您的赏识。姐，咱们今天简直赚翻了！你瞧瞧这钱箱子都快塞不下了，外面的队伍排了足足上百米，太震撼了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等报道一发布，客流量肯定还会再上一个台阶。姐，咱们这小破摊子根本容不下这么多食客，现在的规模太小了，咱们得换个大地方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一直守着这个小摊子，是时候开一家真正属于我们的店了。妈，我们回来了，你快看，我们今天赚大钱了！傻孩子，累坏了吧？妈没用，让你们跟着受苦了。妈，别多想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今天有报社的人来摊子吃饭，很喜欢我的菜，说要写篇报道帮我们宣传，等报道一出，我们的生意会更火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女儿就是有出息。所以我想去城里租个大店面，开一家真正的餐馆，到时候我们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住，这样你也能在身边，我们互相有个照养，你也能帮我们看看店，不用再一个人守着这个老房子了。好，好，妈都听你的，你想做什么，妈都支持你。我们全家一起去城里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太好了，我们要去城里住大房子了。里面请，今天开业，全场8折。5号桌结账，一共85块，祝您越吃越有，慢走啊！哎呀妈呀，这味道绝了，又鲜又辣，还带点甜，比对面大酒楼做的强100倍。这捞汁小海鲜真是绝活，酸辣爽口，我这舌头都快跟着一起咽下去了。姜老板，可算找到店了。我昨天晚上看到报道，今天6点就从城东开车过来了，就为了尝尝你这道让美食家都赞不绝口的海鲜。欢迎光临，谢谢您这么远跑过来，快请坐。掌柜的，今天月亮大排档新开张，咱们好多客人都去那边吃饭了，客流量不到平时的2成。这个赶海的野丫头也敢抢我们福门门的生意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那就看看是你那生腌冷吃的野路子厉害，还是我福门100年基业的炉火厉害。婉月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！李老板，出什么事了？跑这么急？省城要办闽粤桂3省海珍大奖赛，冠军奖励1万元。我的老天爷，省城的大奖赛，那得是多大的排场啊！那可是省城最顶级酒楼才能参加的赛事啊！这比赛跟我有啥关系？本来是没关系的，因为你的月亮湾陶牌档没有参赛资格，但福门的林掌柜发话了，点名特邀你参赛。林掌柜一直看我不顺眼，这次恐怕没安好心。不过参赛对我来说没什么坏处。婉月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这次能拿奖，你的生腌就能直接打入省城的高端市场。3省大奖赛，各路神仙肯定都会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。对，全是最顶尖的海货，鲍参、赤肚都是寻常玩意儿。咱们要是拿普通的膏蟹和虾碗去比，怕是连初赛都过不去。那咋办？咱们村除了螃蟹就是虾，哪有啥稀罕物啊？常规海鲜当然压不住场子，要想在省城夺冠，必须得用点猎奇的东西。猎奇？你打算用什么？深海地狱之花，巨型藤壶王。巨型藤壶王，那可是传说中长在深海沉船上的东西，长得像魔鬼的爪子，采摘极度危险，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啊！越危险，味道才越极致。这次大奖赛的冠军，我拿定了。姐，风太大了，快回来吧！这可是鬼哭礁海域，暗流汹涌，太危险了！再靠近一点，我看到他们了！切！给我下来！
我的老天爷！排球那么大的藤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晃得有点晕，值了。姐，你吓死我了！以后别这么冒险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快帮我拿着，这可是咱们的制胜法宝。姐，这去省城坐车得大半天呢，这地狱之花娇贵得很，万一在路上憋死了，我们不就白忙活了？死不了，这是我特制的营养液，能维持它3天的活性。江老板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冷藏货柜，恒温海水箱，保准你的宝贝一路鲜活。阿明哥，麻烦你了。客气啥？我也是跑运输的，听说你要去省城参加大赛，正好顺路，帮个忙应该的。阿明哥，谢谢你，以后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。这小嘴真甜哟。婉月，真打算带着丑八怪去省城啊？人家大奖赛比的都是大龙虾、大鲍鱼，你拿个藤壶去，不怕丢人现眼？去，别在这儿添乱，这是藤壶王，不懂别瞎说。哼，好，车就在外面，咱们出发。这次必须拿个奖回来，给林掌柜看看。欢迎各位来到闽粤逛3省海珍大奖赛的比赛现场，本届大赛的巅峰对决正式打响。此刻，各大酒楼的主厨们正以精湛的技艺诠释着对海珍料理的独到理解。林掌柜，这头鲍炖的火候绝佳，不愧是100年老字号的底蕴。几位评委过奖了，做菜讲究的是正统，可不像某些乡下来的，拿些上不了台面的地摊货来凑数。啊！我的妈呀，这什么怪物？大奖赛的评委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？你拿着海沟里刨出来的破烂糊弄人！大排档跟100年老字号比，这不是找虐吗？江选手，你就用这些海怪参赛，这符合咱们省城美食大赛的档次吗？高档不高档，不是看食材贵不贵，而是看厨师的手艺。1、2、10，就煮10秒，这能熟吗？肯定一股子腥臭味儿。这肉怎么这么白嫩？捞汁地狱之花，请品尝。名字倒是唬人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渔家丫头能做出什么花样。这是不是太腥了？快吐了吧！绝了！天哪，这脆弹的口感，这爆浆的汁水，我仿佛一口吞下了一整片最纯净的海洋。鲜，太鲜了！别抢，给我留一片！这老汁酸辣开胃，太上汤的，我连一滴汤汁都舍不得浪费。你们疯了吗？那可是泥潭里捞出来的下等海货，怎么能比得过我的极品鲍鱼？各位观众，评委团已经给出了最终答案，全票通过。本届闽粤桂3省海珍大奖赛冠军得主是月亮湾大排档江婉月。姐，我们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大酒楼了！婉月，太厉害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福伦门传承了100年的金字招牌，怎么会输给一个街边的破地摊儿？林掌柜，时代已经变了，食客要的是味道，不是排场。抱着过去的辉煌不放，固步自封，你的傲慢与保守，才是福伦门最大的敌人。江小姐，我很欣赏你的见解，刚才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您客气了。你的配方我很感兴趣，我想出50万买断你的配方。天哪，50万，这得买多少斤海鲜，盖多少栋大洋楼啊！李总，配方不卖。嫌少，江姑娘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小心把自己给撑死了。配方不卖，但我可以提供成品。成品？各位老板听好，我的海鲜加工厂下个月在南岭村正式开工，想要捞汁海鲜和生腌酿的，直接找我拿货，量大从优。
建厂？你以为是摆地摊过家家？资金、设备、渠道哪样不要钱？最关键的是物流，生腌保质期短，运不出去就是一堆臭鱼烂虾。你一个渔家女撑得起来吗？我既然敢站在这里说，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谁说他撑不起来？有我阿明在，他一定会成功。瞧好了，这是全镇清卡的钥匙，还有我们镇运输队20个兄弟的联名协议。我的车队就是他的物流大军，这分量够不够？谢了。其实我早就有跟你合伙的想法，我出车和渠道，你只负责出货，咱们一起干票大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后生可畏啊！既然你们有这胆识，那我李某人就拭目以待。婉月丫头，这个是仓库钥匙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大作坊了。不是作坊，是正规的海鲜加工厂。出息了，以后咱们村儿也跟着你沾光。阿明，你快看，这地方虽然破，但地盘够大，离码头也近。这破仓库少说也荒了10几年了，杂草比人还高，真要在这儿折腾。破又怎么样？只要我们敢干，这里就是我们改变命运的起点。好，听你的，咱们齐心协力，干出一片天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按什么按？这里走不了。江家丫头在省城拿了金奖，风风光光回来建大厂，这陈大发眼红的滴血了，连镇上的地痞都叫来了。江婉月这厂子怕是盖不成了。陈大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哟，省城回来的大老板，这路窄，卡车压坏了村里的风水，我得管管啊。路是公家的，你凭什么拦我的建材？凭什么？凭这条路是我们兄弟平时散步的地方，想过去？行啊，交钱。什么钱？不多，过路费加上这码头的地盘费，一车材料抽2000，建厂以后的利润我占30%。30%，这也太黑了！陈大发，这是明抢啊！我要是不给呢？想在村里建厂，水泥、沙子没有我的允许，一粒也别想运进来。不给钱，今天连人带车都别想过去。我看你这厂子怎么盖！行啊，这路我不走了。你不建厂了？陈大发，你真以为我非走你这条破路不可？婉月丫头，这大半夜的走外海，浪这么大，咱们这小船能撑住吗？是啊，这要是翻了船，建材全完了。慌什么？我按潮季里的读潮数算过了，今晚是退大潮，这条深水航线连暗礁都没有。陈大发在岸上守着，由他守去。坏了，撞上什么东西了？是不是暗礁？完了完了，建材要沉了。不是暗礁，是一片漂浮的红藻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黑乎乎的还扎手。好东西，这是依附在红藻上生长的野生海胆，号称海中人参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没想到这儿能捞到这么多。海中人参，这玩意儿能卖大钱？能卖大价钱。陈大发想断我的建厂路，老天爷倒好，顺手送我一笔横财。大家拿网兜，顺手多捞点儿。什么光？江婉月，你个臭丫头，真以为老子算不到你会走水路？是陈大发，他开着快艇追来了，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把建材运回村？做梦！今天连人带货都别想走，给我围住他们！好嘞，老板，他们想拦住我们，抓紧，我们走浅水区。别让他们跑了，跟上去！陈大发，前面是鬼见愁暗礁群，你的快艇吃水深，再往前触礁了。少唬人！你一个破船敢走，我的大快艇不敢走，给我追！婉月丫头，前面真有暗礁，咱们能过去吗？咱们的船吃水浅，转向快，跟着我的口令走。老板，前面水不对劲，好像真有石头。别听他瞎说，他就是想跑，给我加速！
板，船底破了，进水了！快退，快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船！救命啊！咕噜，江婉月，救我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让你们嚣张！陈大发，你自作自受。阿明，上岸后立马去通知海警，说有人落水。好，我们走，先运建材。婉月丫头，你带回来这一筐长满黑刺的破玩意儿能干啥？扎手的很。这东西海滩上多的是，里面全是水，狗都不吃，你还当个宝贝拿回来？狗不吃，是因为狗不会吃。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海中黄金。哎呦，里头真有东西！这黄层层的5块肉是什么？这叫海胆黄，刚出海的野生海胆，得先用冰水洗，再淋上我特制的生抽柠檬汁。看着太有食欲了。海胆刺身，吃的就是这口极致的鲜，入口即化，甘甜细腻，一口一个，太满足了。真这么好吃？婉月丫头，给我尝一口，我也要尝尝。老板，这图片上的海胆刺身，给我来10份。我也要，这金黄肥美的看着太馋人了，给我上20份。好的，别急，马上就好。各位乡亲，今天婉月海珍加工厂正式开工，现向全村招工，男女不限，待遇从优。开工大吉！江家那丫头真捣鼓出个工厂来，瞎胡闹！建厂子得多少钱？她一个卖海鲜的能有这本事？大家可千万别信他，他那厂子就是个空壳子，迟早倒闭。到时候你们白干几个月，1分工钱都拿不到，哭都没地方哭去。说的有理，这年头还是出海捕鱼踏实。就是谁敢去他那儿干活啊？风险太大了。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宣布厂里的招工规矩：第一，村里的贫困户优先录用；第二，工钱按天结，比陈大家给的高出3倍。3倍？婉月丫头，你没跟叔开玩笑吧？白纸黑字签合同，今天进厂，今天就发定金。江婉月，你疯了！你开这么高的价，存心挤兑我爸是不是？陈大发平时抠抠搜搜，还不许别人大方，就是跟着婉月丫头有肉吃，我们跟着婉月干。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以前都是谁给你们饭吃？请问哪位是江婉月小姐？我是王董事长的秘书，代表王董来给江老板送一份大礼。我就是江婉月。王董事长，我们好像不认识。江老板果然年轻有为，这是一份全国独家代理合同，只要你签了字，你的海珍产品就能通过我们王氏集团的渠道销往全国，利润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林秘书，注资100万就要拿走我加工厂70%的股份。100万对你们这个穷渔村来说可是天价，有了这笔钱，你还开什么加工厂？直接去城里买房享福不好吗？江姑娘，我劝你识时务，签了它，你立刻就是100万富翁，拿着钱够你花一辈子了。那我要是不签呢？不签？哼，不签的话，王氏集团在省城的渠道会立刻对你关闭。不仅如此，没有我们的渠道支持，你们想进入省城市场会非常困难。江姑娘，我劝你考虑清楚。这可怎么办？人家是大集团，咱们根本惹不起啊！哎，完了完了，这厂子怕是真开不成了。咱们的工钱是不是也没戏了？100万富翁，省城渠道，回去告诉王董，我江婉月的海鲜不需要依附任何人，拿着你们的臭钱滚出我的加工厂！好，婉月丫头有骨气，咱们不受这鸟气儿。咱们把王氏集团得罪死了，省城的路断了，这海鲜卖给谁去啊？放心，我来想办法，省城不收，咱们就卖到外省去。只要东西够好够稀罕，不怕没人要。可咱们这穷地方，除了点破鱼烂虾，哪有啥稀罕玩意儿？你带我们来这烂泥滩干啥？小宝贝，我要找野生象拔蚌，这是顶级的海鲜食材，去外省的高端市场，一只就能卖上千块。上千块？就这破泥巴地里能有上千块的东西？莫不是在做梦吧？就在这下面。
这是贝类活动留下的气孔，说明下面可能有大家伙，但是藏在2米深的泥沙底下，一般人根本挖不到。2米深，那得挖到啥时候去？这泥巴一挖就塌了，根本没法弄。婉月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，看好了。婉月，我来帮你，这都挖了1米多了，除了泥就是水，哪有什么象拔螺？少废话，马上就到了，帮我扶着钢管，别让泥沙塌下去。抓到了，给我出来！好家伙，这个头真不小，这就是你说的高端贝类，这玩意儿还在动。婉月，这丑东西真能卖上价。这叫长红管象把棒，品相完整，有了它，咱们加工厂还愁没有新出路吗？好家伙，真有你的，这下咱们厂子有救了。婉月丫头，你费那么大劲挖出这怪东西，长得这么寒碜，这真能做成高端菜？看着黑乎乎的皮，处理不好，客人可能不敢下口吧。这叫象拔蚌，越是顶级的海活，吃法越讲究，所以要靠标准化加工，达到试吃标准。今天让你们开开眼。我的天，处理完变化真大，里面竟然这么白净。看好了，切片要薄，口感才爽脆。这道菜叫捞汁象拔蚌刺身，注意生食必须经过专业检测和处理，我们出品的时候要注意。口感爽脆，鲜味干净，回甘也不错，这个方向可以继续研发。这动静听着也太脆了，肉质清甜 Q 弹爽脆，一口下去全是鲜味，尝尝。太好吃了，又鲜又脆，咱们这新品绝对要卖爆。婉月，大喜事儿啊！孙经理，你慢点，怎么了？昨天你送去省城国公馆试吃的那只象拔螺，外宾吃了赞不绝口，想先订购一批试试市场。太好了，我们的高品质路线走对了。姜老板，我们港澳的酒楼正需要这样的高品质海产，只要你按时把货供给我们港澳的酒楼，签个长期合作协议，价格绝对优厚。没问题，大家注意，第一步是清洁双手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，厂里的水龙头突然停水了。不好，咱们刚收了定金，这要是没水洗海鲜，不仅货全都得砸手里，还得赔违约金。别急，先带我去看看。别看了，王董事长发话了，这后山的山泉水，你们加工厂一滴也别想沾。这山是我们村的，王董事长给了大价钱买这水，我当然听老板的。二叔，你平时在厂里领工资，怎么能帮着外人截断咱们的水源？大家都没法开工了。江婉月，你就等着交违约金赔到破产吧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海鲜离了活水半天就得死，生腌更是要大量纯净水洗泥沙，这水一停，咱们厂相当于被掐断了脖子呀！这王董事长太毒了，见不得我们好。王董事长以为截断一条小水期就能掐住我的命命，真是井底之蛙。你少在这说些没用的，没水我看你拿么洗！慌什么？通知全厂，把所有抽水泵搬出来，直接连通后海。今天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科学可持续利用的天然净化水。姜老板，这都断水3天了，你的生腌发臭没有啊？趁早关门大吉，别在这死撑了。谁说我们没水？就凭你这几台简陋设备，你以为你真能就这样解决问题吗？潮记里早有记载，利用太阳暴晒和海水潮汐的落差就能取水。结合现代科学原理，我加装了简易蒸馏设备，做了个潮汐能海水淡化装置。海水你也敢用？这水又咸又涩，洗出来的海鲜吃死人谁负责？我要去举报你！不用你举报，我们已经请人来了。水质完全符合国家特级标准，纯净度非常高，比你们之前用的山泉水还要干净。老板太厉害了，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水了！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水了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几根破管子怎么可能弄出特级水？回去告诉王董事长，这片海源源不断，他的阴谋破产了。我们的冷链网络已经彻底打通，华北、华东、华南，全国30个省份全部实现24小时内极速送达。我的娘嘞！这地图上插满了红旗，全都是咱们村的车，这冷链真的铺到全国去了，奇迹啊！真是奇迹！以前咱们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现在咱们的海鲜居然能坐着冷电车1天之内送到全国老百姓的葱桌上。这只是第一步，
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、最好的品质，让全国都知道南碗村不只是个小渔村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多大卡车，这得装多少海鲜啊！乡亲们，今天我们南岭村的生腌和捞汁海鲜正式发往全国各大城市。姜老板太牛了！我们要让每一个在深夜追剧的人都能吃上我们南岭村最鲜活的海味。发车！兄弟们，踩油门！客户那边都催疯了，咱们的货今天必须送到。快看，这就是那个获得海参大奖赛金奖的生腌吧！快给我拿2盒！哎呀，这牌子的生鲜听说直接从南岭村冷链运输到全国，全程恒温，跟刚捞上来的一样鲜。给我拿5盒！我排了半天队了，我要10盒！姜老板吗？我是北京这边的采购，第一批货上架不久就卖的差不多了，你们这冷链速度太神了，赶紧给我加单。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姜厂长，省城超市又要加1000盒，记下来，排到后天发货。厂长，夜市那边的老板说今晚断货了，急着要，告诉他们产线已经开足马里了，让车队直接去拉。阿明，这急往补上来的货太少了，厂里还等着备货交货呢，这点量根本不够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最近这片海域的鱼群少得不正常，好像被人提前搂过一遍似的。阿明，你看10点钟方向那艘船，他们在干什么？简直无法无天！他们用的是绝户网，还在电鱼，这是非法捕捞！开过去，拦住他们！喂，你们这是非法捕捞，赶紧把电网收起来，不然我们立刻报警了！呵呵，报警？小子，少管闲事，滚远点儿，别挡了老子的财路！你们在这里电鱼，破坏生态，还砸我们的船，今天不给个交代，谁也别想走！交代？小丫头片子口气不小，老子告诉你们。这船是王氏集团王董的，我们是给王董办事的，识相的赶紧滚，惹了王董，有你们好看的！又是他！开船，别管他们，全速前进，吓死他们！他们王氏集团也太无法无天了！他以为有王氏集团撑腰就能为所欲为。阿明，刚才录像了吗？好，回去整理证据。这个王氏集团3番5次给我们下黑手，是该好好治一治他们了。关于王氏集团在南岭海域长期进行非法电鱼绝物网捕捞的举报信，你这字字诛心啊！王董以为在这一带没人敢动他，这次我就要让他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。信发出去了，可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王氏集团根基稳固，人脉错综复杂，一旦对方查到是我们所为，势必会疯狂报复。我们有视频铁证如山，他们没办法抵赖。只要海洋局介入调查，他们的船就必须停工。他们交不出货，自然有人找他们算账。厂里现在订单堆了一大堆，光靠咱们出海打鱼根本凑不齐货，搞不好没法准时交货。要不咱们向村里的收购站收货吧？行，你带上合同去找赵大脚，就按之前的市场价收。只要货源稳定，咱们把量跑起来。大脚叔忙着呢，我来收今天的新鲜海货，还是按以前的合同价对吧？以前的价，你做梦呢吧？现在行情变了，得涨价。涨价？大脚叔，咱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1斤海虾15块，你怎么能说涨就涨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人工邮费哪个不要钱？再说了，现在海货紧俏，谁出价高我当然给谁。嫌贵，那你可以去别处看看嘛。不过这整个码头除了我，谁还能一次给你凑齐这么多货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有钱大家赚，总不能汤都不给咱们吧？我赵大脚也不是那种不讲情面的人，只要你们价格给到位，货源大可放心，反正就这个价，爱要不要？赵大脚，丢了这个单子你可别反悔，你后悔我都不会后悔，别到时候哭着回来求我。各位乡亲，好消息！我正式向村里提交申请，牵头组建咱们自家的赶海合作社。合作社这有啥用啊？大家自己下海捞的、捡的海鲜，不管多少，工厂全部回收，而且按市场价的1.2倍收。1.2倍？真的假的？那大家的收入是不是能多了？当场结账，绝不拖欠。我们自己就是货源，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好，我们自己干，现在就去赶海。哇，我找到一个猫眼螺，这个可以收吗？这心点儿，别伤到手，让大人来捡，孩子在旁边认一认海货就行。姜厂长，你看我这桶全是大螃蟹和八爪鱼，今天这批货质量挺好。大家听好，合作社有规矩，带子的母蟹发
放生，硬币大小的幼苗，放生。咱们绝对不能竭泽而渔，咱们的海湾才能一年比一年好，大家的日子也能越来越稳。都听江厂长的。李叔，这是你的120块，拿好。婉月啊，我这辈子都没一天挣过这么多钱，你真是咱们村的大恩人。有了这钱，我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。今晚回家割肉吃。多亏了江厂长，跟着江厂长有肉吃。大家辛苦了，早点回家休息，明天咱们继续，好日子还在后头。人呢？平时这个点儿，那些来交货的渔民早该排长队了，今天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？老大，出大事了！那些渔民今天全没往咱们这儿来，不往我这儿来，他们把鱼烂在家里啊！是不是拉去镇上卖了？不是，他们全去给江婉月供货了。人家江婉月不仅敞开了收，价格还比咱们高出2成。江婉月是不是疯了？她这么收货，不赔本啊？哎呀，婉月丫头给钱真是爽快。可不是嘛，总比某些坐地起价的强。现在后悔了吧？守着空筐哭去吧。老大，你看看他们，这帮泥腿子现在兜里比我都鼓，咱们这收货点儿，以后怕是连根鱼毛都收不到了。我真是以猪油蒙了心啊！我非要涨什么价啊？要是按原来的价格，这生意全都是我的。江老板，大喜呀！咱们的捞汁海鲜在港澳彻底爆了，这是追加的100万货款，你可得优先攻击我。咱们发财了，整整200万！这下咱们彻底翻盘了。钱到位了，底气也就足了。阿明，通知下去，陈大发打压咱们这么久，是时候找他做最后的清算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这南岭村的公共滩田以前是我陈大发的，以后也是我陈大发的，谁敢在这里赶海就是找死，识相的就赶紧滚蛋。陈大发，你做梦还没醒吧？臭丫头，你跑来捣什么乱？看清楚了，这是南陵村所有公共滩田的经营权转让合同，我已经全资买下了。我的老天爷，月丫头真把整个滩涂都包下来了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月丫头出息了。你买下来又怎样？在南岭村，老子让你一斤海货都卖不出去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吧。大家看清楚，这些是陈大发这20年来偷税漏税的阴阳账本。还有这些，全是他做假账强占村集体财产的铁证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好啊，原来村里每年的分红都是被你这狗东西私吞了，还我们的血汗钱！你胡说八道，这些都是假的。陈大发，今天该把吞下去的都吐出来了。陈大发，经查实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你名下的所有房产、车辆及银行账户，现已被依法当场查封。什么？全封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。房子封了，我女儿就只能睡大街要饭了。呵呵，恶有恶报，活该。既然我们包下了南岭村
所有公共滩涂就得好好利用一下。你想怎么做？光卖生腌和海鲜还不够，我们要搞赶海加美食加旅游，让城里人自己下骰开盲盒，挖到什么就拿来咱们店里加工。开盲盒？城里人能稀罕这满脚是泥的活儿？啊！天才，绝对的天才创意！你们不懂，城里人天天坐办公室，最缺的就是这种接地气的解压方式。没错，我们要把月亮湾打造成全省知名的旅游基地。省城那边的旅行商交给我，我马上去对接。哇，这就是海的味道，太宽阔了。走走走，开盲盒去，看准这个眼儿，撒点盐。出来了，真的有！快抓，这比抽卡还刺激。是啊，以后公司的团建就定这里了。婉月，你这招绝了，你看他们高兴的像个孩子。这只是第一步。老板还要等多久啊？我们肚子都饿扁了。江老板，不好了，村里的招待所全满了，好多游客没地方住，都在发脾气呢。咱们店里的加工也排到晚上去了，灶台根本忙不过来。人太多了，咱们的接待能力爆表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回事啊？没地方住，我们怎么过夜？就是吃饭也吃不上。大家静一静，乡亲们、游客朋友们，请听我说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现在是咱们全村发财的好机会，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空房，都有灶台。我提议，大家立刻回家把空房收拾出来做民宿，自家开瑜伽凉。不会做菜的，加工厂派师傅手把手去教。月丫头，我们自己开店当老板，这能行吗？城里人天天住大酒店，能住得惯咱们这海边潮乎乎的破瓦房？住得惯。我们天天在城里吸汽车尾气，就想来你们这儿吹吹海风，住住砖瓦房。只要干净就行，大家听到了吧？只要咱们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，他们要的就是这股原生态的瑜伽味儿。大家动起来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别把财神爷往外推啊！好，月丫头有见识，我信你的。我这就回去让我家老头子把屋子收拾出来，把压箱底的新被褥拿出来。各位游客，请大家在树荫下稍等片刻，我们南岭村全村为您服务，保证大家吃得新鲜，住得舒心。你看他们跑得多快！以前咱们村连个像样的篮球架都没有，现在连塑胶跑道都铺上了。以后会越来越好。不仅有球场，还要有微机室、图书馆。真不敢相信，半个月前这里还是个落后的穷渔村。这都多亏了你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全国旅游大会马上开幕，咱们南岭村能不能彻底打响名号，就靠这传说中的蓝血幽灵虾镇场子。今天必须下。婉玉姐，这深水区的浪太大了，现在下水很危险。是啊，为了个旅游大会，搭上命不值当，咱们赶紧回吧。你们放心，我在旁边盯着，绝不让婉月出事。蓝血幽灵虾只长在深海激流的礁石缝里，那地方暗流多，你千万小心。随时保持通讯，不对劲马上拉绳子。下。
视线很暗，我们正在靠近激流区的人洞。水流变急了，婉月，抓紧导向绳。我看到礁石群了，仔细找找缝隙。婉月，当心暗流！婉月，你没事吧？你等等我，我去找你。是蓝血幽灵虾，终于找到了！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！哇！哎呦我的老天爷！你们可算上来了，快上来！我没事。水下有巨型章鱼，差点出不来了。我就说太危险了，人没事就好。龙虾没找到就算了，命最重要。谁说没找到？这么大的蓝血幽灵虾，活久见啊！评比快开始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这压轴菜怎么还没上？咱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听说去深海找食材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。估计是找不到好东西，不敢上来了。就是，前面几家的海鲜已经够绝了，他们还能翻出什么花样？嚷嚷，压轴菜来了！搞什么名堂，弄得一身水。各位评委，久等了。这是传说中的极品蓝血幽灵虾，这么大！我的天，看这色泽，看这活力，活的，这是拿命换回来的极品啊！妈呀，这颜色太科幻了，这得值多少菜牛了？这月亮湾藏龙卧虎啊！现在开虾，真要当场开？这要是开出来是块废肉，月亮湾这脸可就丢到全国了。就是啊，拿个盲盒当压轴菜，这丫头胆子也太肥了。天哪！我天，蓝色龙虾肉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奇观，简直像蓝水晶一样。这肉质晶莹剔透，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各位评委，这是月亮湾特制的黄金捞汁，融合了我们本地百年甘子的酸甜，能瞬间锁住食材的本味。顶级蓝血幽灵虾生腌宴已经做好，请各位评委老师品鉴。老李，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呀！美味，太美味了 ！Q 弹可口，鲜甜如蜜，柑橘的酸甜把深海的鲜味彻底激发出来了。这哪里是菜，这简直是艺术品！我当了20年国家级评委，这是我吃过最顶级的海鲜，极致的视觉，极致的味觉。我代表评委会正式宣布，经过一致决定，南岭村评为全国第一文旅示范村。婉月，你听见了吗？全国第一！听见了，我们赢了。姐，你太棒了！江总，全国第一的牌子拿到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全国连锁加盟的市场了吗？全国连锁加盟？李总，您这是要把我们的海鲜加工厂开到全国去啊？没错，只要江总签字，资金和渠道我来搞定，半年内我能让全国开出100家加盟店。100家店，那每天得卖出去多少海鲜啊？哎呀，这得赚多少钱啊？江家这丫头真是要发大财了。李总，加盟确实能快速扩张，我们的产品对食材新鲜度要求极高，一旦加盟商为了利益以次充好，砸的是我们婉月海珍的招牌。那江总的意思是？我们不搞盲目加盟，我们要成立婉月海珍集团，整合捕捞、加工、冷链运输，做全产业链的直营和强管控。我们要把标准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对，我们要建自己的大本营，自己说了算。好气魄！既然江总有这个雄心，那我全力配合你，组建月亮湾集团。婉月，村委会就职改建集团总部的批文下来了，施工队明天就进场。咱们真的要一步登天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要把冷链物流中心建在总部旁边，科学绿色共享，
这是我们集团的立身之本。婉月，看着这规划图，我感觉跟做梦一样，我们真的要建立属于我们的集团了。这不是梦啊，明。明天就是我们集团正式成立的日子，打起精神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太气派了！咱们村也有自己的大集团了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婉月海珍集团正式成立，我们将以科学、绿色、共享为宗旨，让全国人民吃上最鲜美的生腌。江总，你说保证新鲜，可为什么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打着婉月海珍旗号的生腌，价格只有你们的一半，吃起来却一股腥臭味？你们是不是在割韭菜？对啊，我亲戚昨天在隔壁市买了一盒，说是包装一模一样，吃完就拉走了。江婉月，你不会是出名了就开始卖烂货坑人了吧？胡说八道！大家看清楚了，这盒包装上写的不是婉月海珍，而是满月海珍。这是彻头彻尾的外地山寨品牌，他们企图混淆视听，抢夺我们的市场。江总，就算名字改了一个字，但包装和工艺他们都抄走了，你们怎么应对？他们抄不走，这是我们独家申请的冰盐水速冻保鲜国家专利证书，还有我们最新的防伪标识。正品包装上有温感防伪标，遇到手指温度会瞬间变色，模仿不了我们的型，模仿不了我们的科技与良心。天哪，真的变色了！国家专利，连防伪都这么高级，活该人家做大做强，这山货简直是自取其辱。我们的法部标已经锁定了所有山寨品牌的源头，律师函已经发出，警方也已经立案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太霸气了！月亮碗的品牌地位简直坚不可摧，谁敢砸婉月海珍的招牌，我就砸谁的饭碗。婉月，有你的国际特快件，好像是从法国寄过来的。这是世界美食博览会的官方邀请函。什么邀请函？我看看，真的是博览会组委会，他们邀请我们月亮湾生煎作为中国沿海美食的代表去参展。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国不仅有熟食，我们的生腌也是一绝。对，得好好准备一下。我们要用东方美味征服世界。中餐，我以为中餐只有油腻的炒菜和熟食，生吃海鲜太不可思议了。华国也有生食料理，我对我们的展台非常怀疑。是啊，中餐做生吃能吃吗？估计又是些不入流的街头小吃来凑料。两位评委，东方美食博大精深，今天我就让各位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东方生腌。你在做什么？用高度白酒杀菌，用鲜柠檬调味，这是我们传承100年的技艺。各位，除了传统技艺，我们的生腌还结合了现代科技。这是我们的冰盐水速冻专利，整个科学灭菌流程绝对安全可靠。还有专利，听起来很专业啊。荒谬！生的贝类极其危险，携带大量细菌。你们所谓的专利，能达到我们欧洲严苛的卫生标准吗？这可是米其林级别的法国大厨，他说不行，肯定不行。我劝你们还是收起这些危险的东西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这是国际权威检测机构 SGG 出具的无菌认证报告，我们的卫生标准不仅达到，甚至超越了欧洲要求。事实胜于雄辩，这位大厨敢不敢尝尝我们的生腌青膏蟹？C'est magnifique， 太美妙！这肉质的蟹绝望艺术，真的这么好吃？连法国名厨都征服了，这也太牛了吧！经过评委一致决定，世界美食博览会授予月亮湾生腌东方美食奇迹特别奖。江小姐，我们要订购1万份，我们欧洲区要求独家代理，我要2万份，现在就可以付定金。真不敢想，咱们南岭村的生腌海鲜今天居然装上这么大的船，要卖到国外去了。是啊，以前咱们穷得叮当响，天天被恶霸欺压，全盖了幸亏了婉月。是他带着咱们守规矩，把生意做成了大产业。以前我们靠海吃海，吃得心惊胆战；现在我们靠海富海，富得堂堂正正。南陵村起航！姐，这么晚了你就别工作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这么多员工的生计都指望咱们，我实在松懈不得。这书连个封刻都没有，纸都快烂了。
我记得以前爸天天捧着它看，跟宝贝似的。里面到底写了啥好东西？姐，你快看，这书籍里面居然有个夹层，里面藏着一张画着路线的图。黑潮深渊，金珍珠母碧之乡，老江流笔。婉月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烧了它，快把它烧了！妈，你别激动，小心身体。医生说你不能再受刺激了。你爸当年就是鬼迷了心窍，非要去这个地方淘金，结果一去不回。我这双腿已经废了，咱们家好不容易才熬出头，你要是再出事，你让我和小宝怎么活呀？姐，妈说的对，那种危险的地方你不能去啊。妈，小宝，我不信这个命。既然爸留下了这张地图，我就得去看看。说不定我还能找到爸失踪的线索。月丫头，你这娃咋不听劝呢？那黑潮深渊是活人能去的地方吗？你爸都丢在那儿了，你咋还去送死啊？就是啊，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，非要折腾这干啥？叔婶，你们别劝了。我爸在里面生死未卜，为人子女的，我不能装作不知道。这趟我必须去。大家伙放心吧，我一定把婉月安全带回来。唉，这俩孩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作孽呀！海狼王保佑吧，希望他们能活着回来。前面风浪大，进船舱避避吧。咱们这趟可真的是九死一生了。不怕，只要能找到我爸，多大的风浪我都闯。江老板，不能再往前开了，前面就是黑潮深渊，那是吃人的死海。是啊，我打了一辈子去过那里的船，连块木板都没漂回来过。怕什么？全速前进！今天就算是龙王爷的场子，我也得趟一趟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丫头胆子比天还大！拼了！大风大浪见真金，听江老板的。婉月，雷达上有东西。这么大的反应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它在水底下冲着咱们来了！全体抓紧！船骨架要断了，挺胸找不断了，这畜生要搅碎咱们的船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天哪，他的眼睛比磨盘还大，他在盯着我们，这是海神降罚呀！阿明，放心，我没事。他要吃掉整条船。江老板，我们死定了！开恩，龙王爷开恩啊！开什么恩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！婉月，快躲开！江老板，你干什么？快躲进舱里啊！疯了，那怪物一口能把它吞了！什么？我闭嘴！不过就是一盘大鱼鱼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这片海到底谁说了算！我的天啊！我的老天爷，真活下来了！那么大的雾，江老板一点都不怕，太厉害了！婉月，你没事吧？刚刚为什么不躲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像这种常年待在深海的怪物，最怕强光刺激了。以后不能再这么冒险了。我没事，你快去检查下船底漏水没有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糟了，指南针全废了，雾太大，雷达也没信号，我们彻底迷航了。刚从怪物嘴里逃出来，现在又要活活困死在海上吗？都闭嘴，看那边，前面有座岛。有光，我们有救了！不对，航海图上这里根本没有岛，这可是四海无人区，岛上怎么可能有人点火？管他是人是鬼，把船开过去。江老板，这破岛上连点草都没有，咱们去哪儿找淡水啊？航海图上没这座岛，咱们刚才在海上看到的火光绝对不正常，万一山洞里住着食人族怎么办？晋升，前面有动静。我的老天爷，这鬼地方居然真有活人！他拿根破竹签在干嘛？用这种古法赶海？你看他那副样子，肯定是岛上的食人野人。咱们先下手为强。婉月，你怎么了？江老板，你手抖什么？刚才打那几十米大的海怪，你连眼皮都不眨，现在怕一个野人，别愣着呀！他要是转过头扑过来，咱们就完了。婉月，你在干什么？爸，是你吗？爸，江老板管这野人叫爸，疯了疯了！江老板的亲爹怎么会在四海无人区的荒岛上赶逃？
啊！我的好痛！大家都小心，这野人发狂了！把他放下，这是我爸。他是你爸？你爸不是不在了吗？月儿，是你吗？月儿，你长这么大了。爸，真的是你！这几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是陈大发，当年那个畜生在船上给我下药，把我推下海。什么？海鲜大王陈大发？原来他现在的千亿身家是靠谋财害命得来的，难怪陈大发每年都要来这片死海搞海祭，原来是做贼心虚，怕姜老爷子变成水鬼找他索命。我命大没死成，抱着一块破木板飘到这岛上，脑袋撞了礁石，什么都忘了。这几年我就像个野兽一样，天天靠着本能在海边赶海找吃的，我这辈子都要当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野人了。爸，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家，咱们现在就回去找陈大发算账。月儿，爸对不起你们，但是爸在这岛上找到了我们江家世世代代寻找的东西。啥东西？这连根草都不长的破地方能有啥宝贝？你们看，我的个亲娘老天爷啊！那是金光，这贝壳成精了，这比咱们渔船还要大的母贝，里面得藏着多大的珍珠啊！月儿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珍珠母贝。啥母贝？这么大个？这是咱们江家祖训里记载的宝贝，一生一生只能产出一颗完美的金色南洋明珠。假陈大发当年就是为了找他才对我下死手。爸，咱们把它捞上来。这玩意儿这么大，真能开出珍珠？爸，我来开。用我这把特制的刀，要小心，千万不能伤了里面的珠子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亮的珍珠，一点瑕疵都没有，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有了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受苦了。爸，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家团聚。妈，你快看，那是爸吗？我是不是做梦啊？大海，真的是你这没良心的，你还活着呀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娘俩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阿芳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护好这个家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爸，我好想你，大家都说你死了，我天天被人欺负，我以为我再也没有爸爸了。好孩子，爸回来了。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了！造化弄人啊！大海失踪了整整6年，居然真的被月丫头找回来了。是啊，江家这日子总算是有盼头了，太不容易了。阿芳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在黑潮深渊找到的天然金珍珠，可以卖不少钱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受苦了。我的亲娘嘞，活了大半辈子。没见过这么大、这么亮的金珍珠，这得值几百万吧？江家这回是真的要发大财了，因祸得福啊！奇迹，这简直是奇迹！这光泽，这圆润度，绝对是100年难遇的极品金珠。大经理，这玩意儿真值钱，能换俺们村1年的伙食费不？大海，可海里捞出来的破珠子，人家城里人能瞧得上，别被人当骗子给轰出来，简直是无知！这颗珍珠如果放到省城拍卖会上，起拍价至少100万起步。江小姐，这是我们省城最高规格拍卖会的特邀贵宾函，我代表组委会诚挚邀请您和您的父亲带着这颗明珠出席。这年头拍卖会门槛这么低了吗？2个满身鱼腥味的乡下人也能进来？听说是来卖珍珠的，估计是哪个野海滩捡来的破珠子，想钱想疯了。婉月，要不咱们走吧？这些大老板能看上咱们的东西吗？爸，您坐稳了，今天咱们就让他们开开眼。我的天，这尺寸的极品金珠，这乡下丫头从哪儿弄来的宝贝？110万，120万，200万，500万，谁也别跟我抢！500万，一口气加了300万，6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可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拍卖价，这父女俩直接翻身了。1000万1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。
江小姐，这颗明珠实至名归。感谢您的慷慨。妈，小宝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咱们带回来的金珍珠卖了1000万。1000万！老天爷啊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！姐，你快打我一下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做梦。姐，你太伟大了，咱们家终于熬出头了。好孩子，要不是你拼了命去黑潮深渊，咱们家哪有今天呢？阿芳，孩子们，这几年让你们受苦了，是爸没用，反倒让婉月去冒生命危险救我。以后爸再也不走了，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乡亲们，咱们南岭村现在是富了，海鲜卖到了全国各地，但咱们不能忘本。我今天宣布一件事，从今往后，我每年拿出我个人利润的30%。30%？婉月，那是多少钱白白拿出来干啥？你自己留着去城里买大别墅不好吗？我不糊涂，这笔钱我要用来建立南岭渔业生态保护与扶贫基金。第一，咱们村还有些因病下不了海的困难渔民，这笔钱直接发给他们治病生活，绝不能把海吃空了。第二，钱还要定期买鱼苗往近海里投，保护海洋生态，让咱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有鱼打。婉月这丫头，是海神赐给我们南岭村的福星啊！婉月，你连咱们以后的日子都想到了，你是咱们南岭村的大恩人。阿明，你看，大家现在都知道抓大放小、科学赶海了。是啊，生态好了，海宝也多得捡不完。看，这就是我们拼出来的金色未来，不仅是村子的未来，也是我们的未来。